今天要去公州，这次用的是韩国政府最近办的一个小众地区的旅行。那只要去他们指定的那几个52个地点，可以免费搭乘 KTX。申请的流程是先在网络上购票，买他指定的列车，到当地之后扫描 QR code。认证确定你有来，那他之后才会退款给你。在大厅可以看到你搭的列车。我这次搭是这个503。结果公州下车的人非常非常少，大部分人好像都要再去更南边的地方。一进来就看到公州的那个吉祥物，你看公州站的人就是少少的，就那个熊就是吉祥物。车站出来旁边这边就有一个游客的咨询中心，可以看一下地图。那如果看地图就会知道我们刚刚在首尔这边，现在一直搭车到公州这个附近。这次的 KTX 8点半就到公州，但我查一下地图，如果我要去第一个景点，它公车发车时间是9点14分，所以我要在这边再等一下。如果看地图的话呢，原本在这边，就是现在在这边公州站的 KTX， 然后我们一直往上到这边。这边主要会去3个景点，第一个是宫山城，再去附近的那个武陵王人韩屋村，大概就主要会在这边移动。结果我看错了，202号4分钟后就可以出发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搭公车。搭了半个小时的车，最后来到宫山城。那这边是比较市区的地方，像刚刚沿路半个小时，其实路上都是农田，没有什么商店。那它是一直进到市区这边，才开始有一些超商，然后也有一些人潮。你到这边就可以真的理解说，为什么韩国政府跟铁路局他们要办这个活动，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韩国人口稀少，然后人口很少的地区去办的活动，希望可以鼓励观光客到这边观光。可能不一定是要刺激观光消费，但至少是让有一些人进来，然后进到这个地区，让那些地区可以有一些人潮。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基本的想法是这样。哇，这边我真的想来很久很久了。
觉得好感动。这个公山城它真的就是一个山城的概念，它要从下这样一路这样一直爬上来，然后往下看就是市区。爬上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选址真的选得很好，旁边就是锦江，然后它盖在山上，等于它可以俯瞰整个地形。哇，帅爆了！那我刚刚看了旁边的说明，他说从这边这样看出去可以看到武陵王陵，然后下面就是公州市区。我刚刚看到这边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坟墓，结果他说这边以前有那个怎么讲木造的一个容器木锅库。然后是百济时代拿来储藏食物用的，那它可能就在现在这个区域。就它的储藏方式是，它会在地下挖一个洞，然后把就是那个木棺，也不叫木棺，就是木头那个箱子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旁边可能会堆一些石头啊什么，让它保存的比较好，那就可以储藏一些食物。我觉得跟韩国的那种文化蛮相似的，因为韩国有时候腌泡菜或者腌一些东西，他们也会把它储藏到地上。我刚刚看到一只狗狗，然后想要去找它玩，结果它就一直跑掉，感觉是流浪狗。但韩国的流浪狗很少，所以我刚刚就很想看一下它到底是谁家的狗。就它跑太快，就完全追不到。哦，那只狗狗在上面呢，好可爱哦！你们有看到吗？我去找它好了，希望它不会再跑走。那只狗狗刚刚本来坐在这个石阶上，可它现在又跑走，感觉它比我还更熟这边地形。面就是灵隐寺，我觉得这边的规模好像比景福宫更大很多。虽然景福宫那边也蛮大的，可是因为景福宫是平地，而且有很多很华丽的建筑，那这边就是山地，然后建筑比较少。可能是因为山地的关系，上上下下，所以觉得好像整个范围比较大，比较广。哇，这边风超大的。公山城真的很神奇，你看刚刚我们爬山下坡，然后又看到江，就现在就突然来了一大片平原。然后这个旁边叫做拱北楼。然后刚刚下坡，现在又要再上坡，要再往上爬。
太壮观了！我们刚刚一直从那边这样一直走过来，然后一直再爬上来。哇，最后这段真的有点陡，可是那个景致也真的很棒，很不错，超美。下面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平地。现在进行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要到访问者的这个 center 访问中心去扫描 QR code。因为我这次是用优惠政策，就他那个方案，然后我可以免费搭乘。可是他就是规定呢，你一定要到当地，然后到指定的地点去扫描 QR code 去认证，你才可以获得那个现金返还。天哪，我现在中文好烂了。反正就是他才会退钱给你。那我刚刚在山上的时候才想到啊，忘记扫描了，所以我就赶快下山，就记得一定要来。对面这家好像是很有名的卖烤栗子面包的店，就在公山城对面。这间在那边的地图上有10000个评价，感觉应该是不错的店。听说最好吃的是这个栗子面包，有点犹豫，因为我怕它有点甜。太好了，它可以买6入或是10入，然后也可以单个买。这样我买1个吃就好了。哇，那这颗分量真的很大。这间店超棒，就是坐在店内，然后它这个落地窗可以看到整个公山城。它里面就真的就是烤栗子，哇，这个超好吃，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很不甜。就是里面还有一整颗栗子包在那边，你就会觉得它栗子的内馅，没有加过太多的甜，是好吃的味道。哇，这路上到处都是卖那个栗子面包，感觉就超好吃。耶，抵达武陵王陵。好的，武陵王陵的位置跟那个对，就是正如其坟墓本人一样，入口非常难找。因为武陵王陵的那个坟墓设计就是非常的复杂，所以其实盗墓者很难找到那个入口，所以它其实是现存保存最良好的坟墓。它好像是坟墓有一个特殊的那个设计，然后跟结构，所以过了1500年还是保存得非常好，就是完全大家都找不进去，连现代的人都是无意间有一天突然发现，哦，原来入口在这里啊，然后才找到道路进去，不然就只看到那个坟墓，可是一直找不到入口，就跟我刚刚一样。好，非常好。现在武陵王的坟墓也没办法进去看。然后他们好像还在进行开挖，然后仪式啊等等研究。王人没办法参观，那我们就来旁边展示馆看一下。
刚超幸运，一到公车站就搭到车，然后我现在到三城市场下车，然后来找东西吃。刚到市场就看到一件超夸张，我说的夸张是它这个蓝丝带，因为它贴了一整排蓝丝带，这个是美食认证的意思，贴了10几张，天啊，那不买真的是不行哎，去看一下。最后我只买了这个，它里面也有包栗子。其实我还蛮喜欢吃韩国的糕的，只是这个就是放过夜就会变硬，就不好吃，所以就先买一个。找了一大圈，最后决定来吃这间。烤鱼的话是12000，而且一个人也可以点餐，我觉得超划算。这间环境蛮好的，借的东西也还不错，就只是小菜太咸。这样一个餐下来12000，在韩国来说，我觉得蛮便宜的。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刚刚觉得公车很多，所以我就没有仔细看时间。结果呢，我一查手机，发现哇，去车站的车超少，然后有一班车刚过去。好吧，还好有发现，太大意了。还好还有一班车是4点40出发，那到火车站 KTX 大概30分钟，5点10分，然后5点半的车，所以还来得及。果然，离开首尔，这个发车时间都要很小心。耶！我成功在5点10分抵达公州站。